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梅阳。我昨天晚上到了广州，然后今天起床呢，看了一场很郁闷的球赛。现在已经中午12点钟了，我现在要出去吃早午餐。那今天中午呢，我准备去吃一家粤菜。当然，这两个字你们会怎么读啊？它这个应该是啫喱的啫，但是读啫啫又觉得好奇怪啊。它最上面有标注，念的是啧啧。然后我问那个服务员，我说是不是念啧啧？他跟我说是，然后他自己就说那个是念啧啧吗？对。所以这边当地人应该是念啫啫包这样。哇，汤来了，好烫的感觉。广东人喜欢饭前喝汤啊，鲍鱼鸡汤里主要是瑶柱的鲜味，并没有什么惊喜。来试试同桌的椰子竹丝鸡吧。汤色清澈，味道清甜，淡淡的椰香朦朦胧胧，鸡肉的鲜味似有似无，忍不住多喝几口，依然无法准确地描述这味道。正担心汤不够饱肚的，马上就来了黄鳝啫啫包。你听着锅里滋滋滋的声响，这谁顶得住呀？哇哦，好多汁啊，每一口都有酱汁被挤出。黄鳝一咬就骨肉分离，肉不会很软，也不会很弹，保留了一点点韧劲。多吃几口呢，完全就掌握了节奏，牙齿可以轻松的把肉剔出来。啫啫包得多拌几下，完全进入酱汁才好吃，整锅都没有糊的，妙啊！真香！哎呀，比这包还棒的是同样滋啦滋啦的啫啫蚝烙。入口第一层是海鲜，刚好够熟，又嫩又弹，中间若隐若现的蛋液，1秒钟前可能还是液体状，又绵又滑。最底下的面糊大概2张纸的厚度，铁锅边缘那一圈嘎嘣脆，口感超级丰富。海鲜有蚝仔、鲈鱼圈、红蛤，完全没有腥味，没有沙，整个蚝烙几乎没有调味品，即便只撒了一点葱花，也要掀掉我的眉毛。还点了一锅咸蛋凉瓜包，我真的好喜欢吃凉瓜，可惜长沙都买不到，网购要30块钱1斤，不知道菜市场里卖多少钱。还点了一份焦焦脆脆还很烫的小猪蹄，味道还可以吧。餐后必有甜品，我的油炸冰淇淋来了，装在一个很复古的小碗里，流出来。外壳和内馅都有明显的姜汁味，雪糕凉，姜汁心，很有中国风的冰淇淋。是389块钱，然后2个人，我觉得，我今天点的还是有点多，因为每次出来旅行的话呢，我都会尽量多点几个菜，因为下次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如果你们来的话呢，其实人均150，我觉得就可以吃得很好了。抛开它米其林1星的荣誉不说，在广州城开了20年还要排队的餐厅，没2把刷子肯定是不行的。外面开始下雨了，我们下一站去哪里呢？走吧。到了。据说当年清平饭店的清平鸡是广州第1鸡，最火爆的时候一天可以卖1万多只。02年饭店虽然倒闭了，但厨师团队还是将著名的清平鸡传承了下来，文记就是其中的一脉。白切鸡是用水浸熟的，而清平鸡是用白卤汁浸熟的。68块半只的清平鸡和白切鸡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，滑溜溜的鸡皮，细嫩的鸡肉，仔细体会呢，还是能感觉到肉缝中带有的一丝丝咸鲜味，鸡不肥，完全不会腻。蜜汁大肠真是蜜汁好吃，外皮脆口，虽然炸过，但锁住了水分，加上甜甜的糖醋汁，这颜色本身就犯规了。哇哦，好爽！口感更像是我烤的鸡皮，又脆又多汁，趁热赶紧吃。很多网友推荐的莲藕鸡脚汤，可怜的鸡脚被炖得几乎肌肤松弛，用嘴唇就能让它皮骨分离。汤很鲜美，汤料超足，每一口都能喝到汤渣。绿豆、花生、黄豆放的比较多，一瞬间以为自己在喝稀饭。往那里走晕过去了。我在到处找间酒店，然后后来才发现这。它是11点钟开始卖吗？每天？不是，它晚上也有吃，但是最嫩的是11点钟到的那一批。嗨，它后面陆续也会有啊？什么情况？拍 vlog。牛骨髓一头牛只能做出2盘，很小的2盘。所以你要是不让它留的话，像我们这个时间去肯定是没有的。到了！哇，我们到了，欢呼！虽然天气不好啊，但店里店外还是有不少吃货。为什么好期待啊？首先上桌的是一锅牛骨熬的汤底，接着现杀牛肉就来了。
老板的儿子承包了隔壁的屠宰场，每晚10点杀牛，所以11点来就能吃到最新鲜的牛肉。肉片不像平时吃的潮汕牛肉火锅切得那么薄。我姐姐说这边的牛肉虽然没有什么刀工，但因为太新鲜了，就算随便切也很好吃的。老板娘说她店里的是水牛，而潮汕用的是黄牛。我觉得这个水牛的雪花并没有很雪花，不是那么软绵肥嫩，更像是吊笼的口感。老板说这盘是鸡肉里的鸡肉，这个部位又叫牛展，吃了绝对不会胖的。看没，这个是牛展。煮熟以后我才认得它，原来牛展就是三花趾大兄弟啊！我最喜欢这脆脆弹弹的口感了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牛骨髓。这个是牛骨髓。骨髓那里面的东西嘛，对。它一头牛里面只有2盘。对。看着像年糕一样，像那个火锅年糕。对。炒年糕。从来没吃过这个。煮好后的骨髓略有些缩水，就好像缩了水的香蕉，不知道口感会不会也和香蕉一样软绵绵呢？这个好像果冻一样，口感怎么样？好吃，好滑，一点都不腥。牛骨髓外面滑溜溜，中间还是粉嫩嫩的，带着咸咸辣辣的酱汁味。不蘸酱的话，口感更清爽，吃着完全没有负担。哦，这是大牛蹄。哇，我还没吃过这个，没吃过吗？就可以试一下嘛。大牛蹄。对呀。现在已经12点半了，这样真的好吗？我想起来，我小时候不吃鸡爪，是因为我觉得鸡爪是在鸡粪里爬的。要不起。对，你应该没踩过牛屎。老板娘还请我们吃那么大生蚝，可惜我实在是吃不下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吃的所有的肉都是30块钱一盘，这里蛮扎实的，都是厚切的。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最好晚上11点到，因为如果来早了，吃到的可能就是昨天的牛肉了。白天鹅宾馆里有一个玉堂春暖，是在当地口碑非常好的一家餐厅。这里的沙琪玛是必点的，说超好吃。2彩3子。先上的是虾饺，个头挺大的，透过半透明的皮可以清楚地看到粉嫩的虾肉，褶子细长又均匀，果然是虾饺靓仔。皮很黏，虾大的一口吃不了，咬开才发现包了2只大虾肉，还有一点胡萝卜丝，但是完全吃不出胡萝卜的味道。选了好久选中的这道茄子鹅掌包，滋啦滋啦的颜值果然也很高，茄子很胖，超级烫，越烫我越无法抵抗。肉嫩但不烂，可惜酱汁有点淡。鹅掌糯得像凤爪一样，随便咬2下肉就下来了，比茄子更入味，咸咸鲜鲜的，很好吃。来广州一定要吃艇仔粥的，比起街边的艇仔粥呢，这里的料并不算多，但是应有尽有，鱼片嫩，海蜇韧，蛋丝软，鱿鱼弹，麸皮爽，葱花香，整碗粥绵绵密密的，入口顺滑，又能清楚地感觉到米粒的饱满。入口之后是淡淡的甜味，然后是海鲜的鲜味，回味是米香，真的好韵味。虽然萨琪玛最先上桌啊，但我还是把它留到最后当甜品。这里最受欢迎的点心会不会是脆的呢？脆到掉渣爽到脱发的那种？很遗憾，它是软的，而且一捏就凹进去了，根本不需要用力嚼它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甜，吃几口就腻了。虽然不喜欢这么甜的沙琪玛呢，但一想到3个花了我50块，我还是硬着肚皮把它吃完了。晚上和姐姐一家聚餐，点了好大一桌菜，招牌的叉烧双拼，脆皮叉烧有肥有瘦，入口很酥，一下子就化开了，那感觉真的是相当美妙。黑叉烧吃起来比较肥腻，反正我下次来是不会点了。茄子是油炸过的，外面有层薄薄的糖浆，皮脆肉嫩，很好吃。特意点了一只辣味的膏蟹，长相诱人，蟹肉嫩得刚刚好，可惜就是量太少，光用粉丝拌饭都能吃2碗，只是粉丝好难夹啊，一不小心就会从筷子中间溜走。这个菠萝包有点厉害啊，顶我半个头大的菠萝包，据说经常卖空的。撕开它的黄金甲，里面居然是空心的，里面真的有菠萝哎，皮有点酥，面包好松软，菠萝馅带着清新的香甜，一定要趁热吃啊，保证你停不下嘴。早上好，今天超级困，现在搭车去高铁站，然后坐高铁去中山。中华第一哥，UP 主聚集的地方。这边吃的人微信扫码点的，干爹请吃。好，谢谢。
上了一份猪红，我以为是送的呢，最后发现是要钱的，筷子一碰就碎了，根本不用夹，还是勺子靠谱。猪红温热，很滑很嫩，先垫垫肚子吧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天下第一哥。色泽诱人，造型妖娆，看着外皮多光滑，翅膀上的毛孔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像沾了一层薄薄的膜，油得反光，就像熬了一通宵照镜子看到自己的脸。一口咬下，满嘴爆汁，你们感受一下，外皮略带椒盐的脆香，一点都不油。咔嚓一声之后，一抹鲜甜的汁水就在嘴巴里爆开了，以为是肉汁，其实是肉汁被酥皮裹着，一旦皮破，汁水就挣脱束缚，肆意奔涌，连着细腻的割肉一同咽下，汁水仿佛多过于肉，再多汁就成喝汤了。只汁瑶柱，这种肉肉的辣椒放心吃啊，一点都不辣的。瑶柱全是豆豉的味道，本身的鲜味也快吃不出来了，不是很推荐。这个就是我姐姐说的一定要吃的旺财大煎堆，昨晚的菠萝包就已经够大的了，这个煎堆至少有我2个头大吧。皮是半透明的，透过光可以隐约看见内部的纹理。你们觉得它像不像电影里随时会孵化出外星怪兽的蛋啊？它轻轻一敲就会破的。里面还残留了一小块糯米团，煎堆的前身就是这个小糯米团子，把它扔进油锅之后，它就会迅速开始膨胀。只是再怎么膨胀呢，最后还不是要被吃掉。这个外星巨蛋是有骨骼的，你们看，不管怎么撕啊扯啊，它都不会散，不会碎一地的，这样就不会吃的到处都是了。脆口的，味道比较甜，糯米和糖堆出来的还比较油，担心长胖就千万别多吃了。今天一共吃了144块钱，其中这个骨骼一只只要30块，这边性价比还挺高的，而且这个骨骼真的是我吃过最多汁的一只了。招牌就是这个海鲜辣味煲仔饭，里面有一整只烟仔蟹，还有大虾。烟仔蟹又叫处女蟹，是从来没有交配过的母蟹，蟹膏还是软滑的，就像流沙奶黄一样咸香。今天没有虾了，我换了一个鲍鱼。我姐跟我说，她这里这个米是非常特别的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处在一个咸淡水的交汇处，就是这边种出来的稻米呢，用来做煲仔饭是特别好吃的。这么大老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这一碗煲仔饭，到底会不会好吃到爆衣呢？好香啊！你们闻到了吗？是不是海鲜味？先试一点白米饭，要先吃两边，再吃中间。要是我姐姐不跟我说，我不觉得。她跟我说，我觉得这个米确实是跟之前吃的米有点不一样。这米嘛，说干也不是太干，说糙也不算糙，就是不饱满。我不怎么喜欢这种怪怪的口感，腊肠甜甜的，软硬也合适，但和坤记那个比起来就太一般了。小干贝很香，一口一个，嫩嫩的。这一锅里最好吃的就是烟仔蟹了，火候刚好，肉嫩，微微的甜。平时还有一只大虾的，我换成了鲍鱼，但鲍鱼也很一般。米饭的工艺倒是很好，没有一粒是烧糊了的，但我觉得烧糊一点会更好吃。这碗饭虽然没有什么硬伤，但也没什么亮点。我觉得广州很多店都能做出这样的煲仔饭，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吃啊？我现在吃完煲仔饭出来了，我觉得我姐姐应该会看到我这些视频，所以有些话我也不能说的太过分，但是我只能说，就每个人心目中最好吃的煲仔饭就有不同的标准吧。本来我现在应该在顺德吃着红心发光还是什么的煲仔饭。首先要去的是离市区仅仅100公里的农家小院。来自我那个不靠谱的广州吃货姐姐的猪血推荐，她说店家用竹筒烧制的米饭和肉丸好吃到爆衣，所以我果断点了一份土窑鸡。店家眼泪汪汪，用自家荔枝木烧制的自家荔枝园里吃自家荔枝长大的自家土鸡，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这要是不好吃，大不了退了。1320秒后。对，我这边是屁股。你看这滚滚热气，你闻着袅袅香气，你看这潺潺肉汁，你尝着坨坨鸡肉。不愧
是散养的，就得给。像夏日清晨的大草莓，保持了丰腴的汁水；像铿锵有力的大棒槌，敲醒了沉睡的味蕾。时而是朴实延绵的咸味，时而是华丽短暂的鲜美。一出指缝，迅猛交汇，沿着喉咙丝滑下坠，分不清嘴角滴下的是汁水还是眼泪。这是姐姐推荐的竹筒饭和手打肉丸，她说辣味饭适合冬季吃，而现在适合吃竹筒排骨饭。竹筒中弥漫着芋头的香气，芋头上紧连着米饭的颗粒，米饭中迸发出骨肉的荤腥，骨肉间回荡着竹筒的清新，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。但它的调味，再来试试肉丸。口感很糯滑，质感很弹牙，不松不垮，也毫不掉渣。只可惜一饮淡作定。最后吃一小口甜品，舒缓一下肠胃。好冰，好爽。这家乡间小院制作和出品都很有特色，相信老板也一定是个有趣的灵魂。因为每制作一块这种牌子，肯定是发生了相应的事件。所以之前发生过什么呢？看电翻车，踩雷的一天。哇，居然不用排队耶！哇，居然还有龙虾粉哎！哇，2碗粉居然要275。What？ 当当。这龙虾可比我想象中大太多了，早知道这么货真价实，我就不搞什么蟹黄双拼了。太浮夸了，这个早餐。先试一口河粉。刚上桌就不怎么烫，粉汤完全被蟹黄的味道掩盖掉了。蟹黄又硬邦邦的，多尝2口就有一股明显的腥味，完全不如上海的蟹黄鱼面香。再来试试这么大的波士顿龙虾，河粉虽然是温温的，龙虾却烫得无处下手。哇，好烫，好烫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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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大，我天哪！这一口下去，有人想吃吗？来啊！妈呀，味道怎么样？就是龙虾味啊！就沾点汤。龙虾肉超大坨，原汁原味的，带着一股浓郁的龙虾鲜味。只是这肉也太紧实了吧，有点难嚼。蘸点汤汁或者辣椒酱会好吃一点。但其实这就是一个白灼龙虾摆在了河粉上，汤里也没有多少龙虾的鲜味，虾肉里也没有多少汤汁的鲜美。肉姐点了一个东星斑猪肝的，然后她以为米粉会是像我们那边的米粉那样子的，结果是这种很细的米粉。我不太喜欢吃细粉。我来试一下。我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啊。肉姐这碗是正常的，也比较清淡，汤头、猪肝和鱼的鲜味都很平衡。它加了点随身携带的辣椒酱之后就更好吃了，不像我这碗神仙辣椒酱的救不回。也就是拍照比较好吧，我觉得。那我觉得那碗粉如果是100块钱，你至少吃掉了80。好吧。其实米粉不值钱。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他们的粉端出来都不烫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难道不是用开水下的吗？用温水下的？不知道，确实不是很烫，就是温热的感觉。温热的感觉。说不定他是怕你吃了烫嘴巴，故意没有搞那么。这谁顶得住啊？煲仔饭好便宜，18块钱一份。哇，真便宜啊！哦，我刚刚买了单，我们点了2个饭2个汤，83块钱，好划算。你喝过这个吗？没有。我上次来第1次喝，我觉得好好喝，就是类似的，不是同一家店啊。太便宜了。跟惠氏家的比还是差远了。20分钟左右，煲仔饭就上桌了。肉姐点的是辣味煲仔饭，我点的是窝蛋牛肉。看起来不是特别压塞。先吃2边，再吃中间。好烫，牛肉很大片，口感非常好，味道很清淡，加了酱油之后也比较淡。还是肉姐有经验啊，随身携带辣椒酱的。饭也湿，这米饭也湿湿的。米饭水放多了，湿湿的，没有颗颗分明的米粒，就像泡发了的口感。饭焦居然烧糊了，黑漆漆的。
再看看肉肉姐的锅巴。哎，我的锅巴，还有，哇，我把锅巴的底翻出来了，这都是我的。你别一口吃那么多，你小一点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吃饭当太少，你就跟韩国姐姐没得比。现在4点41，店里居然坐满了，全部坐满了，没有空位了。饭点来肯定是要排队的，我觉得大家来有很大一个原因应该是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吧。这么一份叫啥吗？对，确实性价比真的很高，就是物有所值吧。但真的，我觉得目前还是坤记比较好吃。我们的甜品位今天还是空的，可以去吃甜品了。我姐姐有推荐一个百花甜品给我，上次来我就没有吃，就在马路对面了。怎么好像没有空调啊那里？只有这么小一个店吗？不可能吧！我眼里这是排队的。No， 我们看看队伍有多长。哎，一个糖水至于吗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啊？我不能接受，这么热的天站在外面等这么久。柔柔姐已经躲在那里吹电风扇去了。我准备点一个双皮奶，再点一个带冰淇淋的吧。柔柔姐喜欢吃冰淇淋。马上到我了，还有2个人，3个人。喂，快过来救我！这边只收现金。那边来的人说太甜了，有点受不了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姐姐跟我说一定要吃，是超级好吃。我在那里面坐一下，可能整了个桑拿样。算了，这外面还有点风。对。回酒店，回酒店。用生命在买甜品。倒到你的毯子上了。哎，你不是我坐在前面没好不好拿着上了。我们现在还存活了2碗，然后那一杯雪糕杯就牺牲了。等一下，雪糕杯已经牺牲了。赶快来试一下，这样子排队买回来的，看起来就真的是很普通哎。对啊，长得太普通了，粘住了。试一下吧。惠灵糕还不错，配上雪糕还挺好吃的。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排队啊？我再也不去了。我跟那个东西一起。你试一下。对，你试一下。这有什么好吃的？排队啊？Why？ 你觉得哪个好吃一点？你吃吧。为什么只有好排队啊？上面有雪糕，好喝。但是是很纯正的牛奶味还是的。你一点都不要了吗？不要你吃。我觉得还没有满记好吃。